这沙漠学校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，曾经多个支教老师都因环境选择了离开，这里干净能喝的水源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他是高老师，是这座沙漠中唯一支教老师，这也成了孩子们走出沙漠唯一的希望。这天，解放军叔叔挑着2壶水过来，村民排起长长的队，但水源有限，只能每人1人1瓶。村民询问后才得知，最近100里外月亮湖驻扎了一个部队，打了一口井。部队知道这里10几户村民没水喝，自己便挑着水来了。弟弟把1瓶矿泉水拿给高老师，并告知以后解放军叔叔天天送来1瓶水。随后，弟弟和姐姐找到解放军叔叔，说道不要因为走路而出汗，这样会口很渴的。他们把自家唯一的骆驼借给解放军叔叔，这样不用挑水这么辛苦了。回去路上，2姐弟商讨，每天的水都不够分。高老师给我们上课讲话口很容易沙哑的，姐姐说道，把我们每天的甜水节约下来1瓶，悄悄地送给高老师。我同意，高老师要是有甜水喝，嗓子就不会干渴了。明天早晨我们悄悄地去送，别让人发现。好吧。到了第2天，弟弟跟姐姐说起，现在送水别人看到的，你去上课，我送了水就进去。很快，高老师敲响了铃声，同学们纷纷进到课室。弟弟悄悄地溜进高老师帐篷后，把满满的1瓶水倒进暖水壶中，再去课堂上课。弟弟撒谎说自己肚子疼迟到了，最后老师说明天给我写一个检讨。到了第2天，弟弟为了送水还是迟到，老师问检查呢，弟弟把3份检讨交给老师，并说道我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的一起交了。气得高老师说，你放学让你爷爷来一趟学校。放学后，爷爷来到学校，高老师向爷爷说起最近弟弟经常迟到的事情。2姐弟回到家后，弟弟就说了，老爷，不用您费事，我让您打就是了。听不听？听不听？不用叫，打死我也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。最终弟弟还是没有说出偷偷给高老师送水的事情。这天，高老师收到男朋友的信，信中的内容是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，可惜下雨了。你是我心中的月亮，可惜天阴了。你是高原上迟开的迎春花，可惜让我等得太干渴的骆驼。读完了信，